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关于这个 PDF 管理的工具啊，它也是个很多工具一个集合，然后它支持多语言的 OCR。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的介绍。首先，它是一个 PDF 的综合工具啊，它是开源免费的，是 MIT 协议，所以它也是支持商用。它支持本地跟云部署啊，它是有Docker，它在 Docker Hub 里面就是发布了它的 image，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 pull， 然后在本地跟云上直接部署这个工具。然后大家的操作是在网页上进行的。它支持多语言的 OCR 呢，它用的是那个谷歌的 Tesseract， 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OCR 的一个工具啊。然后它导入它那个官方的训练数据之后呢，它支持可以识别多个语言。缺点呢，对吧？我目前发现它唯一的这个缺点就是说，首先它这个不支持内容的直接编辑，当然大家可以去加标签呀，或者是加签名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修改原生的PDF 格式里面的文字啊，是不支持的。好，那另外就是它现在还不支持这个智能翻译啊，就是我们想要这个 PDF 很好的这种翻译啊，它也目前没有支持这个功能。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工具是如何安装和使用。首先，我们到这个GitHub 上去打开它这个主页，可以看到这里有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的介绍。可以看到这个有46600人去给它点了星星啊，说明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它就是支持很多功能，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这个 Docker Hub 上去下载它这个镜像。好，然后我去 Docker Hub 里去看一下，对吧？它这个 Docker Hub 里呢，它介绍呢，其实大家直接可以用这个或这个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呢，它里面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默认 pull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镜像，它这个有3个版本，一个是默认是这个 full，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小的一个 ultra light， 对吧？这个非常小，如果你的服务器非常小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特别小的版本，如果你不使用那么多功能的话。它这个 fat 版本呢，还多了一个额外的工具啊，其实大家默认使用这个 full 就可以了。然后大家默认 run 这里带了很多参数啊，其实并不是很需要。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本地部署需要是使用什么命令吧，对吧？本地部署，我这里写了一条，这个呢就是这个，首先我之前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部分，这个本地的这个文件夹呢是那个 Tesseract 的训练数据，支持多语言的 OCR 识别。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网页上去下载，直接就点到这个网页上，我会把这个贴在视频的说明栏下方。然后呢，去下载这个 ZIP， 然后解压到对应的地址，对吧？我这里是放在了download document 的这个公共的这 GitHub 里面，对吧？就这个地址里面就是一些训练数据啊，我们可以随便点开一个，然后在 Mac 上就可以直接去拷贝它的地址，把这个地址拷贝下来，然后复制过去就是刚刚那个命令了，对吧？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然后这个就是对应的这系统里面对应的这个训练数据放的地址，然后这个9080是本地的这个端口号，对吧？你也可以想改成任意的都可以，但是你访问的时候在本地改成你对应的端口号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拷贝这条命令啊，在本地其实我这个已经部署过一次了，我现在可以把它移除，然后重新再部署一次。先把它 stop 一下。好，现在我们要粘贴这个命令啊，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就刚刚那条命令，然后我们第一次运行呢，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对吧？因为我本地已经有镜像了，如果你没有镜像的话，你可能会下载一次。如果你本地 Docker 没有部署过的话，你没有安装 Docker 的话，大家可以去 Docker 官网自行去把 Docker 安装一下。如果需要一些知识相关需要补的话，你给大家去补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看一下 Docker PS。对吧？我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在运行了，对吧？端口是这个9080。所以我们去网页上直接去这个9080端口看一下，对吧？我这里已经打开过了，我来刷新一下，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部署的这个端口，是否分享我们这个数据啊？不分享，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工具，对吧？这里比较 popular 的这个功能，如果大家有什么遇到了一些特别奇怪的问题，大家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工具，比如说什么你这 PDF 太大了，想把它搞小一点，对吧？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压缩的工具。我们看一下这个 PDF 多功能工具吧。好了，我们就随便打开一个本地的，我这里有一个经济学人的最新的一期经济学人。我们看到它就会把每个页面给加了进来。
可以看到它这个加载的速度啊，其实并不是特别快，它可能这个是跟你本地的这个电脑的性能啊是息息相关的。我这台是 M2 的这个 Mac Mini 啊，它这个性能凑合，但另外它这个工具的可能加载性能也是有一些没想象中那么快。这东西有怎么用啊，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页面给旋转一下，对吧？就直接旋转了，对吧？不要了，我就把它给删掉。我们这里可以考虑把这些不需要的这些广告啊，给它删一删，对吧？这可能也是我们平时需要阅读这些大的这个 PDF 文件需要的功能。比如说这些都是大的广告，删掉，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个也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去多页面进行这种管理的话，包括旋转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工具啊。它比我们一般在网页上那种，或者是那个 Acrobat， 包括那个 Adobe Acrobat， 它呢可能 UI 交互啊，可能还并没有这个软件做得好啊。而且它这个是网页版的，使用起来非常轻便，支持大家直接去协同、直接去使用，就是它可能支持多人直接去用的，并不是像 Acrobat 你买一个很贵的一个授权，对吧？你可能只能一台电脑上安装个使用。你要多版本的话，安装的话，那个玩意是非常贵的，对吧？这个毕竟是不要钱的，就感觉比较方便。现在我感觉好像是差不多删完了。哇，这么多页！可以看到它加载速度啊，可能还是需要提升的。看我们现在基本上删完了，删完之后放到最前面，发现可以，我们点击一下下载，我们把这下载的文件看一下，这就是把之前的广告啊，包括那些都去掉的版本，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样子。我们再试个额外的功能啊，我之前看到一个是那个剪切，比如说有时候感觉到这个边缘特别大，或者是不太合适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统一的修剪。比如这个邮件，我们把它这个文件，我们把它给弄小一点。我们知道它边缘是很大，对吧？我们可以考虑在这里就直接修剪一下它。我之前白天试了一下这功能，感觉还挺好用的。比如说我在这里修剪，它这目前不好的点就是只能看到第一页啊。好，修剪完之后感觉是这样子，我们把它给踢掉。它可能需要点时间去分析跟这个这个分割整个文档。反应比较慢，是我没点到吗？这可能反应并没有那么快的样子。但它基本上就是根据第一个页面裁剪已经出来了。它根据第一个页面裁剪的样子，对吧？它把后面的每一页都进行了同样的分解，分割就是进行裁剪。这样的话，我们后来看好这边框肯定会小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在 PDF 或者一些特别的阅读器上，对吧？可能会有更好的那个阅读效果，对吧？这就是这个功能使用。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功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刚刚说那个 OCR 的功能 ，OCR 的功能在下面，OCR 对吧？我这里 OCR 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我希望大家就是这是刚才我们加训练数据之后也可以指定了就会有特别多的语言在这里可以选，比如说是英语，对吧？我们选择一个英语的文件，对吧？然后到这下面直接点一下 OCR 识别就可以了。它用的是这个 OCR My PDF 这个 package， 大家也可以用 GitHub 上直接去下载这个工具，然后直接去使用，也不一定非得在这里去使用。我发现在这里是有点 bug 的，还有就是如果是文件特别大或者是页面特别多。好像是有些问题，但是它好像是支持多文件直接 OCR 的，大家可以去再研究一下这个功能。好，这期节目呢大概就做到这里，我们是已经介绍了如何去支持什么样的工具，如何去部署，以及如何导入这个 OCR 的包括本地去如何去使用我们介绍它的缺点，当然这个优点大家也看得见，对吧？支持如此多的功能，而且是免费的使用，部署到云上之后呢公司里面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甚至还可以就是设定那种账号登录，这都是支持的，而且都是免费的。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